好，今天要来开箱的东西呢，也是被大家敲碗敲很久了。但在开箱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好好感谢一下速酷3C 团，就是我们这次的出界商开箱就是这个 Galaxy Buds Live， 就是这个据说长得像魔豆外形的组合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这款是金色的，那它有出3种颜色，分别是黑色、金色、白色，好像额外多出了一款是红色，就是三星很喜欢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上一个新的颜色，就是刺激一下买气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这一款吧。哇，一打开就会看到它的充电仓的本体，整个的体积还是蛮小的，先放旁边。然后这是一个配件壳吧，看一下里面有附什么。附的是一个 USB Type C 对 USB Type A 的这个传输线，还有一组这个是耳机的调整环。照理来讲，应该还会有一个是说明书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说东西其实蛮简单，就是耳机充电仓加上耳机，然后一个 USB Type A 对 Type C 的传输线，然后一组调整环和一个说明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组充电仓。这组充电仓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体积和质感做的还不错，它是做这种有点像雾面金属的，有点消光的感觉。然后这一次他们有特别强调说，它这个外壳是用20%的再生回收材质，然后它这个背面这边是有做一个 Type C 的充电孔，然后它也有支援无线充电的部分，所以说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。那充电指示灯的话，前面这边会有一个，然后中间会有一个。那前面这个话是显示它目前充电仓的电量，那中间的话这个是显示它现在耳机充电的状况。然后它这个耳机其实超级有趣，它就是外面是这种雾面的，里面是这种亮面，有做到一个有点像对比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好玩。这样看真的很像豆子，有点像鲜豆的感觉。整个的耳机其实蛮小，这个亮面真的是要很常擦拭，要不然它其实超级沾黏质，而且超级反光。翻过来的话，这边就是它这个调整环塞的位置，这一端会是你放入耳朵的位置，所以说发声的地方在这，这边会有一个光学的感应器，然后这边的话是你塞在耳廓的那个位置。然后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再厚一点，但是塞进去听说佩戴感觉是不太会有突出耳朵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它这次的规格。整体来说的话，这次狗是蓝牙 5.0， 使用到就是12mm 的大动圈单体，然后还搭配了一个低音管，蛮酷的，没有听过。然后一样走的是 AKG 的调教，然后支援的音频解码是 SBC 和 AAC， 然后里面有3组麦克风，外加一个语音截取单元，就是 Voice Pickup Unit。这个蛮有趣的，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，我想说语音截取单元到底是三小，而不就是麦克风意思吗？不是，它有点像是它会借由你下巴的震动转为语音讯号，有点像是之前那种骨传导设计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们可以来实际测测看它的那个通话是不是会比之前好很多。接着就是它这次特色之一，就是它有包含着 ANC 的主动降噪，终于加入。我觉得其实三星在这次耳机的销售感觉像它先推出 Buds， 再推出 Buds Plus， 然后这次再推出 Buds Live， 有点像 Apple 在推出 AirPod 2，然后再推出 AirPod Pro 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除了 ANC 降噪以外，它在实验室里面有提供一个游戏低延迟的模式。那整组耳机的防水系数是来到 IPX2。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，它这次有做一个东西叫做 Bixby 语音唤醒。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跟讲 Hey Siri 跟 Hi Google 这种很像，不用特别去长按去启动语音助手，它会随时在听说你有没有在叫它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的话是有附上快充的功能，那充电5分钟可以使用1小时。那续航力的部分的话，如果你有开启语音降噪和 Bixby 唤醒的话，单次使用是6个小时，那搭配充电仓可以来到21个小时。那如果你把 ANC 和 Bixby 都直接关闭的话，单次使用是可以到8个小时，那搭配充电仓是可以到29个小时。好啦，那我就赶快来试用一段这个仙豆 Buds Live 耳机，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感觉是如何，因为我个人真的蛮期待这种奇形怪状的耳机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改天见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佩戴这个 Samsung Buds Live 一阵子的心得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一款的佩戴的学习成本真的是蛮高的。那我这边提供3个诀窍给你检查，说你是不是戴对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根据它的官网上的显示是这边会有2个麦克风，这2个麦克风你佩戴上去耳朵的时候，你是要在耳朵外面的，你不能把它塞在你的耳朵里面。第二个检查方法就是你佩戴起来是要舒适的，你不能觉得说卡在耳道里那种感觉，它应该只是靠在你的耳朵上，它不是塞进去。虽然大家都会说先往下插再往上转，但它只是放在那里，我觉得它不是整个塞进去耳朵里的那种感觉。
然后一开始我塞的有点深，就是底部这个我把整个塞到我的耳道里，会觉得有点太大，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很不舒服这样。然后第三个是它这个触控位置是坐在这里，所以说如果你佩戴正确的话，照来讲你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摸到触控位置。那它这边的这个调整环应该是要面向戴的那一方面，所以你不会说有歪掉或者是这样的状况，它应该是要直接面对，那这一区你才会这样触控到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环啊，很像那个瓦力，就是那个电影瓦力。那我会建议说，你把它大的和这个小的调整环都试试看，因为其实这款耳机真的太吃佩戴，那我建议你是都试试看。所以说就是3点，第一点就是2个麦克风在外面，然后不要硬塞它，然后第3个就是你触控要按到。那如果你塞不好的话，就会影响到你操作的体验，因为你的那个触控面积就变得超小。然后再来就是讲一下它的操作，我觉得它操作的触控的部分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很方便，因为它一来你佩戴要正确，二来就是你每次塞位置要一样才可以有一样的触控位置。再来就是它没办法靠触控去调整一样，因为它左边和右边的操作还是保持一样的状况下，你只能选择说要开启 ANC 或者是调整音量，那就会变得很烦。那软体这件事情，从 Galaxy Buds Plus 到现在 Buds Lite 都没有办法左右拆开去做操作，我觉得其实是有点无奈啦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那个 Buds Plus 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敲击边框可以去调整音量的功能，在实验室里面，但是这一代是没有，因为它可能是仙豆算是没有边框吧。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延迟和连线稳定性以及游戏的一些测试。那第一次连线的时候，我把它跟我的 Samsung 团体连线的时候，其实等了蛮久。它不像 Apple 那样一打开就会有动画出现，而且它动画出现的时候，你看它说这个其实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长得不是很好看，它不是出现那样子像一个这个动画，然后这样旋转，它就只是一个很奇妙的图样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抄苹果的话，可能要抄的彻底一点，因为一来是刚第一次开盒的连线没有到这么顺畅以外，二来就是它的那个动画没有做这么的 fancy， 所以是有点可惜啦。接下来讨论一下它的连线的稳定程度。首先我觉得它的测试看影片基本上都不会感觉到它的延迟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玩一些游戏，像是 PUBG 那种开枪测试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还是蛮有感。即使你已经开实验室里面的那个游戏模式，你还是大概可以感觉到0.5秒的延迟吧，就是枪已经按下去，然后已经打在墙壁上了，但你才会听到声音，就是有点慢。然后再来是通话品质的部分，我觉得它通话品质其实比之前的前2台都表现得非常多。我觉得应该跟那个 Voice Pickup Unit 有关系。我实测吵杂路边、捷运、高铁，我基本上会觉得都是过关，就是蛮吓到我的。因为之前前2台的通话品质我觉得没有做到很好，那这次即使是在高铁上，我都大概听得清楚我在讲什么。那这边我有录了一段通话品质的实测，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一个通话品质是不是你可以接受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测试这个 Buds Lite 的通话品质。那这个马路是之前在测试 Buds Plus 的那个马路，就比较嘈杂。那回来听听看说这次他们是不是有表现的比较好一点。好，现在来测试这个 Buds Lite 的通话收音。然后我人是在捷运地底下的路段，所以说应该超级吵的。那测试刚刚这个 Voice Pickup Unit 可不可以做到它的功效，看一下可不可以返回程。喂，现在在高铁上，然后测试一下 Buds Lite 的通话效果。先可以听听看，如果这效果是 OK 的。好，然后这边预告一下，就是我刚不是有提到高铁嘛？那是我去找赖瑞录制 podcast 的时候坐的高铁。如果你对赖瑞有兴趣，或对我的 podcast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期待一下这一集。应该说这2集我录了很久，那我觉得蛮好笑，应该拆成上下2集这样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耳机啊，它是有附上 ANC 的主动降噪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它的主动降噪的感觉。首先可以看到说，它这个是有点半开放式的，不是完全入耳式的，所以它的主动降噪能力，我觉得一来它在物理性上它没有那个屏蔽住你耳道的那个功能在，所以它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。但这边很有趣的是，如果是正确佩戴的话，我会觉得它降噪能力非常的不好。但如果我真的是一整颗塞进我的耳道，我觉得它降噪其实蛮有感的，但是相对而言，它的音压感也是很重。但是我后来发现怎么佩戴之后，我会觉得它的降噪的感觉是没有到这么够力。它可以消除掉环境中比较低频的声音，但是剩下的声音还是都会穿过这个耳机到你的耳道里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为了 ANC 要买这款耳机的话，我比较不会这么推荐你做这个选择啦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音质，我觉得它音质表
表现大概在中上吧，它的低音会比较偏重一点，主要可能是因为它有那个低音管。然后我会蛮喜欢它开 ANC 之后的感觉，因为会有一种细节更加清楚的感觉。不过因为这真的是 ANC 的效果没有到这么显著以外，它太吃你佩戴的正确性，所以你真的要好好佩戴，最好是这个环都给它试一下。好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一款的话售价是5990元，我觉得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价格啦。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吃你的佩戴，然后我也希望它的触控可能再好一点。我甚至觉得它可以把 ANC 拔掉，因为其实这个开放式的 ANC 我觉得效果没有到这么好。不过整体而言，我觉得三星在做这种新的尝试，不论是这个形状、这个外观，都是蛮吸引你眼球的。所以说这只耳机还是蛮有趣的啦，推荐给这种喜欢比较 fancy 的啊，喜欢这种新鲜事情的人。那我这只耳机的评测就大概到这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